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上新高度，虎狼之路原生态上头，网友求善，我不怕疼。赵丽颖上出新高度，虎狼之路原声引热议。在这个让人心驰神往的视觉领域中，赵丽颖仿佛是一位修行者，总能为我们呈现一场盛大演出。在狼群之路中，她的眼神与表演贡献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情感盛宴。这并非易事，必须了解，在镜头前的每一次眨眼，不仅考验演员的力量控制，更是对情感表达的精细雕琢。试想一下，赵丽颖那双能说话的眼睛，在那一刻，是炽热的激情、深沉的思索，还是藏于心底的秘密？这场演出光影交错，仿佛让人急切想要进入那个虚拟的世界，去探寻她那无尽的深邃。网友笑评：赵丽颖的巴掌也温柔。暗：赵丽颖会不会提前给对手演员一些保护措施呢？看这个预测，我开始有点紧张了，不过也有些人等待最终的结果。网络上的讨论热烈起来，尽管这场还未正式开始的比赛已经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。有人对演员的安全表示担忧，有人对赵丽颖的演技充满信心，还有人已经开始展开各种预测，认为这场比赛的局势远比预期的复杂。原声台词直击灵魂的声音魅力。提到赵丽颖的原声台词，她确实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魅力。与一些演员依赖配乐塑造角色不同，赵丽颖完全凭借自己独特的声音与气场，为角色增添了难以言喻的层次感。在《龙珠之路》中，她的原声台词更是被赞誉为充满压迫感。试想一下，当赵丽颖的声音从舞台上倾泻而下时，每一个字都像是沉重的锤击打在观众的心头，那种震撼感令人难以忽视。这不仅仅体现了对台词精湛的把握，更是对角色深刻理解的生动表现。网友模仿秀赵丽颖台词大挑战，大家一起来跟我念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看看谁能模仿的最像赵丽颖。网友们纷纷开启了模仿模式，有的声音低沉有力，有的则带有几分俏皮。尽管各有千秋，但无一不透露出对赵丽颖原声台词的喜爱和敬仰。这场自发的模仿秀不仅让赵丽颖的台词再次成为热门话题，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声音艺术的魅力。美貌与演技齐飞，电影魅力无限放大。说到敞开电影的魔力，它确实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。这种魔力就像是一面魔法镜，能够无限放大演员的美貌和表演技艺，让观众在光影交织间体验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感动。《白蛇传》中真实的演绎，无疑是这种魔法镜下最完美的例证。不论是他精湛的五官，还是他那令人心醉的眼神，在电影镜头下都被赋予了更加生动和立体的生命力。再加上他那纯净的表演技艺，这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，简直是一场无与伦比的视听享受。争议性话题：美貌与演技，哪个更重要？谈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，在娱乐圈中，颜值和演技到底哪个更重要？有人认为，颜值就是正义，没有好看的外表，谁愿意去了解你的内在？但也有人反驳，真正的演员是用演技说话的，外貌只是锦上添花。赵丽颖的虎啸之路无疑再次将这个话题推向了风口浪尖。她用自己的实力证明，颜值与演技并不矛盾，两者相辅相成，才能成就一个完美的角色。二，同样是认亲名场面，赵丽颖 vs 杨紫，却被一个镜头拉开差距。同样是认亲名场面，赵丽颖 vs 杨紫，沈黎 vs 小妖，却被一个镜头拉开差距。昨晚长相思的后期那叫一个烂。
不管是桃林认母还是梅林虐杀，越大的名场面越敷衍。甚至如果不是杨子坚持，书粉压根就看不到小妖和母亲相认。只能说杨子比桐华还懂小妖。原著中最感动的就是桃林认母，这是小妖与童年、与原生家庭和解的关键，也是河景感情升华的部分。结果母亲被拍成了伏地魔，景的戏份被删。即便剧组不舍得给小妖用特效，但杨紫依旧用演技征服了观众，做到了不靠后期和回忆就能震撼人心。小妖在剧里嗷嗷哭，剧粉在屏幕外嗷嗷，眼都肿了。他的一声声娘不走，娘不走，让人听了好心疼，切身体会到了他的无能为力，最终只能喃喃自语的哀求。与凤航的父女相认，绝对是全剧高光场面。强大了30多集的混世魔王沈黎，在看到凤来那一刻，眼神一下子变成了小女孩，眼神里满是想要被疼、被爱的渴望和委屈。徐海乔不懂父女之情，却透过沈黎的眼睛看到了刘宇，所以他眼里流露的是看爱人的眼神。这段戏没有大喊大叫，有的只是小心翼翼的触碰和试探，却赚足了观众的眼泪。徐海乔直播时透露，这段戏剧本里本来安排了大量台词，但他和赵丽颖，尤其是赵丽颖觉得剧情不合理，感觉说话就会破掉那个情绪。在颖宝的坚持下，导演才同意删掉台词，换成了无言的对视。这种千言万语却尽在不言中的感觉，两人的拿捏得特别好，一下子就升华了沈黎和凤来之间的情感。杨紫在《长相思》第1季中也有2场重头戏，一是父女相认，二是认错母亲，每场都让人哭得喘不过气。小妖听说自己并非昊灵王之女时，跑到清水镇躲了起来。分别300年后，父女再次相见，可小妖心有芥蒂，压根不敢抬头看昊灵王。这块杨紫的演技炸裂，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她的心虚、害怕。昊灵王诉说完对小妖的思念后，小妖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哽咽着小声询问：“你是我爹爹吗？”得到肯定回答后，小妖彻底绷不住了，深埋心底的委屈倾巢而出，撇着嘴扑进了父亲怀中。这段杨紫的哭戏太有感染力了，在她的诠释下，剧粉也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了小妖多年的委屈。不过第1季最好哭的还的是认错母亲，因为祝颜花的缘故，小妖连自己长什么样都忘了，却清楚地记得母亲长什么样。见到安念母亲静安妃时，演技直接吹爆，从抬头的不可置信，到确认的震惊，再到无法言喻的悲伤，见到娘亲的委屈，她全都表达得清清楚楚。从来都是隐忍而克制的小妖，再也帮不住像个孩子一样痛哭，一声一声的娘更是叫得人心碎。为了呈现最逼真的效果，杨紫拍摄时将一整只鞋子都塞到了嘴巴里，结果就是嗓子哑了，嘴巴也被磨烂了。万幸，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很顶，成了剧粉看一次哭一次的名场面。那么，同样是和至亲相认，你觉得2位顶流花谁诠释得更好呢？